嗨，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回到鹦鹉小木屋，我是 Jack。今天我们来到小木屋读书会 EP2，我们的主题是鹦鹉应该怎么样繁殖呢？我们今天就一起来学习国外的鹦鹉知识吧。台湾算是亚洲鹦鹉繁殖发展的相当好的地方哦。我们在饲养鹦鹉，甚至是繁殖鹦鹉的人口也是在稳定的上升当中。鹦鹉蛋的进出口贸易呢，也都博大精深。所以很多人对这方面的资讯都非常好奇。那我们第2集的读书会的内容就要来带大家一起阅读一篇跟鹦鹉繁殖有关的外国文章。它的题目是鹦鹉是如何繁殖的。那就让我们一起开始今天的影片吧。我们今天要来跟各位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 All About Parrot 的这个网站，它的作者是 Carrie Stevens。那我们如同这篇文章所介绍的，鹦鹉在找到合适的对象之后，就会开始进入所谓的鹦鹉繁殖阶段。鹦鹉的繁殖会受到气候变化的刺激，这也会同时导致荷尔蒙以及性情的改变哦。鹦鹉的繁殖属于有性生殖、有性繁殖，而且它们是属于卵生的动物。交配之后，卵会在雌性的体内形成并受精。接着呢，它就会在它们的巢穴里面下蛋。75%的鹦鹉是雌雄异体的，而且比较不容易从外表上面看出性体征，也就是说，大部分的鹦鹉比较难从外表上分辨它是公的还是母的。那同时呢，多数的鹦鹉它们都是一夫一妻制，它们的一辈子呢，通常都只会选择一个单一的伴侣。由此可知，鹦鹉是一种还蛮专情的动物啦。那我们讲的鹦鹉呢，它们会从异性外在的羽毛呢，还有它们的求偶的方式来选择要哪一个配偶。而雄性的鹦鹉通常会利用走路的姿势方式，或者是利用跳舞这样子的习性来去吸引异性。一旦2只鹦鹉配对成双成对之后，这只鹦鹉将会找到一个合适的巢，并且进行繁殖。那当然，我们笼养的鹦鹉里面，它们就会到我们的木质的巢箱里面进行繁殖的动作。一般鹦鹉每年是繁殖1到3次，那具体的数量次数会取决于各个鹦鹉不同的种类而有所不同。那在这篇文章里面所介绍鹦鹉它的繁殖呢，主要会分成7个重要的阶段。第1个阶段是吸引伴侣，第2它会配对在一起，第3寻找空巢穴，第4受精阶段，第5就是下蛋啦，第6孵蛋，第7哺育幼鸟。那么鹦鹉的繁殖通常会经历数个月的时间哦。由于它们的寿命很长，所以说有些种类的鹦鹉会在数十年的生命当中重复好几次繁殖的动作。鹦鹉它们会根据外在环境的条件来进行繁殖。那通常鹦鹉的繁殖期会在春天的时候开始。因为大部分的物种呢，它们发现春天的天然食物，也就是它们在外在去捕食的时候，它们的来源是较为充足的，而这个原因也使其成为它们最佳理想的繁殖时间。再来，鹦鹉它是怎么交配的呢？一般鹦鹉它是不会在寒冷的环境当中交配，它们通常是在春季。它们会不会交配取决于非常多的要素，比如说像温度的变化，还有一些光照的强度，这些变化都跟它们要不要繁殖是具有密切相关的。这些外在的因素都会大大的影响这对鹦鹉会不会繁殖。那这些触发鹦鹉繁殖的冲动，回到最原始就是来自于荷尔蒙的释放。性成熟鹦鹉的身体在交配季节呢，会释放某一些激素，例如一些催乳素或者是皮质酮。那这些分泌的激素就会激活了鹦鹉身体许多重要的功能。那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泄殖腔，它们的泄殖腔就会渐渐的膨胀，成双成对的鹦鹉会对彼此表现出更多对对方有兴趣的这些动作，并且也会开始进入求偶的程序。所以说这个时候它们看起来就好像会跳舞会摆动，甚至扇动翅膀这些动作。那如果这2只鹦鹉它们是已经配对成功，而且是可以繁殖的，那它们至少会在这一次的繁殖季节待在一起。但是也不是所有的鹦鹉都是单一的伴侣哦，某些鹦鹉它们也有可能会去选择其他鹦鹉交配。
根据 Watchbird 的说法呢，折中鹦鹉它就是最常见的一夫多妻的鹦鹉。雌性的折中鹦鹉，它们会跟众多的配偶交配以换取食物。那同样的，雄性的鹦鹉呢，它们在交配过程当中啊，也会去拜访非常多个巢穴。所以很多专家也指出，这有可能是折中这个物种啊，它具有独特颜色的原因。再来，我们提到折中鹦鹉，它们有独特的颜色，它们拥有鲜艳的色彩。根据 Paris Journal 的说法，颜色比较鲜艳的鹦鹉比颜色比较暗淡的鹦鹉啊更容易找到伴侣。根据研究指出啊，那些拥有鲜红色、鲜蓝色这种比较鲜艳色彩的鹦鹉呢，他们会花更少的时间找到他们自己的配偶。对于鸟类来说啊，外在的羽毛啊是相当重要的。除了在外在的羽色，它们的声音也是鹦鹉它们繁殖的重要因素。鹦鹉会根据它们声音而相互选择。如果男生啊，他们的歌声非常强劲而响亮，雌性的鹦鹉就有可能对它更有兴趣。至于其他的鹦鹉，它的声音如果是比较嘶哑的，或者是比较微弱的，那么这些鹦鹉就比较有可能会被忽略。那这篇文章也提到，目前已知有一些雌性的鹦鹉啊，他们会去选择它们的叫声跟自己比较相似的配偶。所以说，这有可能跟鹦鹉它们的模仿能力非常强有着密切的关系。阅读完这篇文章之后，我帮各位整理了3大重点。第一，鹦鹉它们通常为单一的伴侣。第二，鹦鹉它们的性别通常不容易从外表分辨。第三，鹦鹉的模仿能力可能跟它们的繁殖有关。如果大家对于这篇的原文有兴趣的话，我会把连结放在底下的资讯栏哦。从科学上分析了鹦鹉的繁殖之后，我们如果想要让鸟宝繁殖，有什么地方要注意的呢？接下来我就依照我个人的经验跟各位分享一下浅见啦。首先，我们需要有一对鹦鹉，但不是随便买一只一公一母的鹦鹉，它们就会成功的配对啦。假设我们现在是养一只母鸟好了，在带一只公鸟回家之后，我们必须让原本的鸟宝跟新的鸟宝关在不同的笼子里面，去观察2只鸟的相处状况。1-2个礼拜过后，如果它们会互相的靠近，再把笼子靠在一起的时候啊，也不会互相咬对方，那我们就可以试着让2只鸟宝住在同一个笼子里面了。如果是配对成功的对鸟，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观察到，它们可能会互相理毛，或者是靠在一起，一起吃东西，甚至到互相吐掉这些亲密的动作。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这2只鸟已经配对成功了。2只成功配对的鸟，如果要成功的繁殖，首先我们需要先帮它准备一个巢箱。如果说你不知道要用多大的大小，可以直接到鸟店问老板。你可以告诉他你是饲养想要繁殖什么样的品种，要用什么样的巢箱。那巢箱的部分也有分外挂式跟一般的巢箱啦。外挂式的好处就是它的笼内的空间比较不会受到影响，看鸟宝的状况也会比较方便。但是缺点的部分就是这种外挂式的巢箱，它通常需要破坏笼子的本体。有些人他自己没有工具，或者是说他不想要把笼子给剪坏，他就会选择使用一般的巢箱。那一般的巢箱安装起来也会比较简单，通常啊会用吊挂的方式进行安装。如果说啊这对鸟宝它已经有配对成功的话，看到这个很适合繁殖的环境之后，就会进去了哦。当鸟宝已经开始会来回进出巢箱，就代表着距离交尾之期已经不远啦。鹦鹉的交配繁殖动作，在台湾我们会俗称为交尾。公鸟会爬到母鸟身上，通常时间不会太久，所以也不见得可以亲眼看到。有时候它们也会在巢箱里面进行，在交尾数日之后，应该就可以观察到鹦鹉下蛋的状况了。那这个时候尽量不要去干扰鹦鹉，以免母鸟受到惊吓而不想孵蛋，这就是俗称的弃巢，那这样子就不好了。甚至有些大型的鹦鹉比较敏感，发现有太大的外在干扰的时候，会去吃掉尚未孵化的鹦鹉蛋，目的就是要补充自己自身的营养。虽然说放弃了这一次的繁殖机会，但是补充了自身的营养，可以为下一胎做足准备。每一个品种它孵化的日期都有所不同，但是误差通常不会太大。在鹦鹉孵化之后，公鸟母鸟会共同哺育幼鸟，那饲主也要随时注意各种突发的状况。飞到必要的时期，请不要太早把鸟宝抓出来人工喂食，这样子可以提高存活率。那今天的影片就跟各位浅谈鹦鹉繁殖方面的知识，结合了国外的文章见解，以及我个人比较不专业的经验，跟大家分享。会想要拍这一集，除了因为观众敲碗，卡罗跟巴特的感情也越来越好，
接下来我会试着帮他们装巢箱，研究河上鹦鹉的繁殖状况。如果大家有相关的经验，也非常欢迎在底下留言跟大家分享哦。最后，喜欢我的影片的话，也要记得订阅鹦鹉小木的频道，并且帮我按赞分享。别忘了追踪我们的 Facebook 跟 Instagram， 看看鸟宝们的生活动态。我是 Jack， 我们下次见喽，拜拜。